啊，那我找材料试试，应该有存货。好耶，三师姐最棒了！我最棒的师姐，知道这世界上最好的材料啊，送给你们。有什么缺的跟我说啊，我再去找找。就你嘴甜。叶师妹，有什么事情吗？你的鬼泣符和灵珠还有没有存货呀？我们百教神殿的弟子没有这些基本物资的。这叫什么啊？有口皆碑，生意不请自来。灵珠没存货了，但是鬼泣符有啊。换单价300灵石一张，10张起购打99折，现货秒发，接受预定，品质保障，童叟无欺。叶玲珑话音落下，在场的宗门弟子和苍山弟子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唯独百教神殿的弟子二话不说排起了长龙。叶玲珑身上没有那么多存货，但是为了新来的弟子有个保障，他只好花1天时间在大本营里专门画符。他画了1天1夜的符纸，灵魂力耗尽，整个人累得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浅，他感觉周围有很多声音，但他一个都听不清楚。小师妹，你醒啦？四师姐，你有事找我吗？为何不叫醒我？你说我为什么不叫醒你？花痴情笑着说完，往叶玲珑嘴里塞了一枚丹药，吃下去之后，他感觉所有困顿、迷糊和疲惫都消失了。四师姐，你给我吃了什么？花痴情从戒指里拿出了一个圆圆的水晶球，水晶球里面种着许许多多的灵植，灵植在里面生长得十分茂盛。那就是你上次给我带回来的冰雾花，我做的新配方，你是第一个尝到的。四师姐好棒啊，你的新配方比以前的要出色好多。在辅导上得到的灵感和新材料才做了改进。来，你往这边看。花痴情指了指水晶球里面的其中一处，这里头放着叶玲珑在神医谷里收缴的营养物，营养物的中间种着一大片菩提树，这菩提树看上去已经有1尺高了。哇，长得好快，它成树且开花不需要1个月了吧？1个月不到，但也得至少25天。还是太慢了。师姐，你把它拿出来让我试试看。花痴情把其中一棵菩提树单独拿了出来，叶玲珑对着它施展了大重生术，菩提树的树枝和树叶迅速地生长起来。我的修为太低了，大重生术的造诣也不够。如果我现在是个化神，大重生术再往上突破1层，也许15天就可以了。这件事情着急不来，你也尽力了，我们做2手准备。万一真的能拖到20多天，我们有了新菩提树，就又还能继续拖下去。叶玲珑点了点头，放宽心吧，小师妹，养菩提树的事情就交给我，你去忙别的，无需操心。谢谢师姐。谢什么？难道我自己不要求生存吗？那我也要谢，我就谢。种个菩提树谢那么多次，那我给你做了个手账，你打算怎么报答我？二师姐，我身上没有更值钱的东西了，要不我把自己卖给你吧？我可养不起你。小师妹，你都把自己卖给二师姐了，那我手里这个斗篷，你打算拿什么跟我结算？三师姐，我要看看，你这出手也太过分了。小师妹，看我，这黑金是我出钱给你买的。不愧是五师姐，一出手就与众不同，让我惊叹。小意思啦。叶子姐，真的，对她来说真的是小意思。她那黑金是从我这里抢的，也不算，她还是给了点零食的，就跟赏乞丐那么多吧。胡说八道，我只是让你给我打个折。你明明是要把我打骨折。亲爱的各位，我出门玩去啦，回来给你们带礼物啊。哎，小师妹，我还没跟你说斗篷的用法呢。它外面是没有鬼气的，要你自己用斗篷去吸收的。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方便你以后不想当鬼，当妖、当魔、当神棍都可以的。招财，大爹，我带你出征打天下，出发！他的手底下总共只有30来只2级鬼，他觉得鬼魂的数量实在太少，而且没有3级鬼撑门面，不够拉风。于是他直接往福岛的中心深渊的方向走去。一路上精挑细选后，把自己2级鬼的队伍扩大到了100只，然后又抓了8只3级鬼，让他们飘在自己的身侧护驾。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不小的动静，叶玲珑看到了正在跟鬼魂殊死搏斗的黑山盟一行人。
辅导鬼话那么久，可终于见到这群人了。直到他们打完之后，他才指挥着他的鬼军走了过去。不是吧，不是吧，刚刚解决了一批厉害的，又来一批更厉害的。光是3级鬼就有8只，他们剩下的化神都不足8个了。更要命的是，还有一只看不出等级的鬼王。不仅如此，他们还抬了一个穿红斗篷的，虽然不知什么级别，但看着就好厉害啊。完了，今天真的要全都死在这里了。那只强大的鬼王身上发出了一声低吼之后，那些鬼魂没有上来攻击他们，而是分散开来，在地上捡尸体。对，他们在捡尸体。捡过来之后分成了2堆，一堆鬼兽，一堆人类。只见那个红色斗篷之下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轻轻地拍了拍身边的鬼王，那只鬼王便飞上去把地上的鬼兽都给吃了。那些捡人类尸体的鬼魂迅速地飞到他的身边，将搜刮来的戒指一个个全都放在他的手掌心上，简直转得钵满盆满。我怎么觉得那像是个人手？但这不合理，怎么会有人能驱使鬼呢？这有什么奇怪的？说不定他就是幕后主使呢。黑山盟全体倒吸了一口凉气，吓得背脊发凉。终于还是要全军覆没了吗？我怎么觉得他有点熟悉？叶云龙刚把收来的戒指全都放进自己戒指里面时，正好听到了叶荣月的声音。他又一次抬起了他那只白皙的小手，手指一指，指向了灵鸟上的叶荣月。什么意思？他要叶荣月过去吗？为什么要他过去？他过去了就能放过他们吗？叶荣月吓得身体往后一缩。不要，我不要过去！你们做什么？没有我，你们能撑这么久吗？他才是敌人！现在你们要把我交给敌人？我们在菩提树下，他要是能进来，早就进来了。他进不来，只能在外面装腔作势。你们怕什么？对啊，怕什么呀？他又进不来。这时，叶玲珑一脸好笑的从座椅上跳了下来，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一步一步的朝着他们的菩提树下走去。不是说他不能过来了吗？可他还是来了呀！他是铁了心的要带走少夫人的，不如就从了他吧，求求了。完了完了，他来了，他真的过来了！叶玲珑一步步走近，最后在菩提树的光芒前面停了下来。我就说吧，他不可能信。叶荣月的话还没说完，只见叶玲珑抬起了自己的手，把手伸进了菩提树光芒所照射的范围之内，再一次指到了叶荣月的身上。你们别听他的，否则他只会得寸进尺。现在是要求交出我，过会儿又要求交出别人，总有一天会轮到你们自己身上的。早知道杀叶荣月没有那么简单，吓唬他一下，看着他担惊受怕的样子也挺有意思。眼看着叶玲珑重新回到群鬼抬着的贵妃椅上，号令群鬼离开，就结束了？还是说他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叶玲珑是真的走了，走得非常潇洒，留下黑山盟的弟子瑟瑟发抖，惴惴不安。叶师妹，你在哪里？我们出事了，你能不能过来看看呢？我们在深渊附近，当初击杀龙龟妖的地方。我带了叶明珠，我把他升到高空上，给你指示位置。好。唐师兄，发生什么事情了？叶师妹，我们几个出来寻找新的可以庇护大家的菩提树，但是不知怎么的，走着走着就走到这深渊附近了。来了之后我们失去了方向，然后在这浓重的鬼气里面，他们一个个的全都消失在我身边了。唐一凡非常的着急。我没办法，我只能呼唤你前来帮忙了。这里你应该比我更熟悉一些。你没有尝试玉牌联系他们吗？试过了，没有音讯，不然我也不会想到找你了。都有谁在这里消失了？除了镇守在大本营的2个百教神殿的化身，我们8个全都来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其他7个全都消失了。消失之前，他们好像是往那个方向去了。叶玲珑往前看了一眼，又回过头看了一眼唐一凡，然后从戒指里摸出了一个药瓶。他倒了一枚丹药出来，放进嘴巴里，顺便还给唐一凡递了一颗。那唐师兄，你要不要尝尝我四师姐的最新研发，特别好吃。不是啊，叶师妹，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吃糖丸？你的师兄们全都在这里失踪了，你不着急吗？着急啊，但不影响我吃糖。你要来一颗吗？唐一凡又着急又无奈，只好接过叶玲珑手中的糖丸。最新灵丹味道极佳，材料上乘，价格不菲，1万灵石1颗。唐一凡想也不想就塞进了嘴巴里，吃了进去。我吃完了，可以去找人了吗？唐师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为了突破化神，全家身当都赔光了吧？1万灵石对你来说很贵的哦，你怎么吃的那么毫不犹豫？我记得前2天跟我买鬼泣符的时候，300枚灵石你还犹豫了好久。哼，你倒是聪明呢，不过下场是一样的。把叶玲珑狠狠地往后一推，叶玲珑便掉进了后面一直存在但之前却看不见的裂缝里面。在掉下去之前，他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唐一凡的手腕，拽着他一块儿掉了下去，同时呼唤招财过来护驾。原本是充斥着黑暗与鬼气的裂缝，忽然一下子变成了他在人世间的那个家，家里有爹有娘，还有金贵的养姐叶荣月。荣月啊，爹去求了那个高人，重金请他回来教你修仙。为了不白费这钱，我让他呀带上你妹妹一起，他反正学不会，你别管他。荣月啊，娘给你做了件新衣，都说修仙之人仙风道骨的，咱们呀得从打扮开始，你来瞧瞧喜不喜欢？我给你妹妹也做了一件，省得她又觉得不公平，又吵又闹，影响了你修仙。别担心，你们的款式不一样的。玲珑，你怎么在这里？你都听见了？听见了，你们找的高人不靠谱，他自己都还在凡世间混着，哪能教他修仙？我这儿呢有修仙入门手册，第一宗门清玄宗印发的，绝对是真货，童叟无欺，亲情价99折，要吗？这话一出，他们3个全都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还有啊，修仙不穿那种啊，那种太素了。身为大女主，我姐必须要一身红配绿，走哪儿都是超高回头率。我正巧有一套，忍痛割爱，姐妹价98折，要吗？叶玲珑说完之后，那3个人还没个反应，画面便消失了。一转眼来到了收徒大会，叶荣月出尽风头，成为了当年的第1名，人人争抢，风光无限。叶玲珑这下来了兴趣，他东张西望，东找西看，终于在人群里找到了等着收徒的华修远。师傅，你叫我好找啊，让我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破绽。当年匆匆一面，我都快忘了你是什么德行了，正好现在复习一下，找点线索。这时画面直接中断了。这么小气的吗？他再看清楚前方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到了裂缝里头。招财已经在下面稳稳地拖着他了，旁边16、13级鬼也在敬业的护驾。没了，真的就没了。他怎么有一种自己被中途踢出幻境的感觉？要撩就好好撩，撩一半跑了是什么意思？看不起他呀？招财，带我下去看看。落下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刚刚被他拽下来的唐一凡。此时他正以慢悠悠的速度往下落，他的双目紧闭，眉头紧皱，看起来像是也进入了幻境之中。而此时他眉心上有一团小小的黑色雾气，叶玲珑伸手过去轻轻一碰，下一秒他眼前的画面就变了。他看到了在浮岛之上唐一凡第一次尝试突破时的画面。不想输对吗？你是堂堂一届首席，而他不过是清玄宗排行第5而已。你若是输给他，七星宗的脸面何在呢？与此同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团黑色的雾气，他在靠近，在蛊惑人心。只要他不甘，他不服，他想要变强，把自己吞噬进去，那就成了。七星宗的脸面早在叶荣月勾结妖族的时候丢光了，再不然呢，就是在七星宗掌门死皮赖脸的缠着昆无城掌门，结果被昆无城长老暴打一顿的时候丢光了。哪里还有脸面轮到唐一凡去丢啊？他呢，只代表着他自己，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七星宗？脸可真大。那团黑色的雾气微微一抖，就连唐一凡都跟着愣了一下。叶师妹，你……我什么我？再来10次100次，也是我5师兄赢，我5师兄赢。唐一凡被他吼得心神一震，瞬间脑子清明了过来，他差点就陷进去了。叶师妹，你想救我出这个幻境，你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呢？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啊，难道不是只有事实才能打破你的妄想吗？连接受事实的勇气都没有啊！修仙路漫漫，你又怎么能继续往下走？说得对，就是凶了点儿，还夹带了私人感情。赶紧的切下一个画面，给我快点，我还要去找其他人呢。然后幻境便直接消失了，他好像又被踢出了幻境。呀，我看到我4师兄了，快，围观八卦的时候到了，唐师兄我们赶紧的。倒也不用那么兴奋，毕竟大家都在困境之中，一不小心就会中招的呀。
叶玲珑正要伸手去触碰那团黑色雾气的时候，他忽然收回了手。怎么了？我先把留影师拿出来，我要好好记录一下，看看谁这么蠢，上当受骗需要我拯救。到时候呢，我必然要把留影师的画面公之于众，让他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唐一凡顿时手有点抖，他真的出幻境了吗？他怎么觉得自己还在与魔鬼待在一块儿啊？下一秒，眼看着叶玲珑进去了，他也迅速地跟着进去。他是黑金山的少主，黑金山势力那么大，我跟你走会连累你的。虽然我真的很想跟你走，可是叶荣月一回头，看到杨锦州不知何时找了块石头，顺势坐下，手里拿着一个点心盒，一口一口优雅地吃着。你不许吃完，我也要。叶玲珑一声大呼跑了过来，迅速地抢走了杨锦州手里的点心。看到叶玲珑真的吃了，唐一凡也忍不住抢了几块，灵气浓郁，味道极美，简直太棒了。唐一凡忍不住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壶灵酒，美食配美酒，再加上这里景色不错，于是三人就地坐下，边吃边喝，心情十分愉悦。希望这个幻境晚一点结束。说真的啊，辅导鬼话那么些天了，我都快要忘记蓝天白云晴空万里是什么样子了，整天黑漆漆鬼森森的，我都看腻了。谁说不是呢？自从这里鬼话之后，我都没有心情做好吃的了，感觉哪都不对劲儿啊。所以一看这里景色不错，我马上就有胃口了。话说回来，你们不担心其他人会中招吗？我算是看明白了，那些变成了鬼兽的人呢，都是被拖进裂缝里面后进入幻境之中，幻境里面出现大家过去求而不得的关键时刻，然后吸引人为了内心的欲望而吸食鬼魂，增强自己，改变过去。会中招的人十有八九是道心不稳，尤其是黑金山那些靠特殊手段上化神的最容易出事了。我们的人呢，反倒是无需担心，毕竟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走到今天的，要说遗憾和心结应该不太有。亏我当时发现有化神中招的时候还特别担心，这岛上到底是有什么诱导因素骗人吸食鬼魂呢？原来就这呀，好幼稚啊！还不如我来写个剧本，保证来一个中一个，百试百灵，绝不失手。听到这话，另外两人也跟着笑了起来。正当他们准备继续聊的时候，忽然眼前画面一变，他们回到了裂缝之中，继续往下坠。这幻境不该结束那么早的吧？我怎么感觉我们被踢出来了，而且还有点凶。我的点心都掉了好几个，酒也没了。我们就是被踢出来的，也罢了啊。第3回了，我早该习惯了。这控制幻境的幕后之人必定心胸狭隘，见不得人好。不慌，我看见五师兄了，我们去他那儿玩吧。于是三人眼睛放光，高高兴兴地冲了下去。片刻之后，小师妹，我怎么被踢出来了？叶玲珑揉了揉被踢出来的时候跟其他人撞到的胳膊，我感受到了一股气急败坏的情绪。哎，那不是二师兄吗？他看起来好痛苦啊，我们赶紧去拯救他吧。于是一行人进入了沈离贤的梦境之中。就在此时，天上落下一道惊雷，直接劈裂了地面。在裂缝旁边，一朵彼岸花正在摇曳着身姿，它仿佛得到了滋润一般，兴奋地吸收着惊雷的力量。这里怎么没人呢？二师兄呢？那朵彼岸花才注意到有人来了，他仿佛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顷刻之间浑身僵直。咦，那朵花怎么不扭了？刚刚扭得怪好看的呀。唐一凡一脸好奇的正准备走过去看，被叶玲珑一把抓住了袖子。怎么了，叶师妹？这里情况不对，我们还是想办法离开吧。这一下其他人也跟着紧张起来。怎么离开？只要二师兄及时醒悟，放弃诱惑，我们就能离开。叶玲珑说完，瞟了那朵彼岸花一眼，只见他垂下脑袋，一脸的惋惜，看样子他还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还想再玩一会儿。可若他不放弃，他们也出不去呀。可是这里找不到二师兄呢。我找到啦，他就在。叶玲珑手指刚要指过去，幻境的画面全部消失，他们面前多了一张沈离贤的臭脸。二师兄，你刚刚去哪儿了？我的事情轮到你们过问了。二师兄是不是没走出来，直接黑化了？叶玲珑挽起了沈离贤的手臂。二师兄，你带我去找大师兄吧。见此，沈离贤不再绷着脸，眼里反而有那么一丝无奈，两人的眼中都饱含杀气，仿佛遇见了一生之敌。
这什么情况啊？怎么往后的每一个人一个比一个看不懂啊？唉，可惜了，看样子大师兄和四师兄的幻境没机会去混一混了。这两人的幻境里十有八九是被对方打压的内容，所以醒来之后才会如此不忿。眼看着又要打起来，忽然间整个裂缝震颤了起来。叶玲珑他们收起了玩闹的心思，迅速跑去跟裴洛白和司玉晨会合，然后又去把剩下的几个化神全都找到。蒋师兄，你被诱惑成功了。他沮丧的一点头。我吸了一口，眼看着蒋松航一脸震惊。我已经没事了，我出幻境之前就被打吐了，刚吸进去的鬼气连带着体内的灵气和鲜血全给打吐出来了。叶玲珑抬起头的时候，发现浮岛顶上的光线照射了下来，一声声鬼叫从他们的脚底下传来，强大的鬼气迅速地喷薄而出，肆虐整一片空间。不好，浮岛的地面在全面裂解，快回去，大本营！浮岛怎么会忽然出现这样的变故？这是到最后的毁灭时间了吗？你们不是出去找菩提树了吗？为什么会到深渊中心的裂缝里面去？我们确实是在找新的菩提树，但后来浓雾出现，画面转变，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引到了深渊中心，然后掉到了裂缝里面去了。让鬼魂拖行人类，最后是丢到裂缝里，设计浓雾出现，引导他们几个化神，目的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把剩下的这一批修仙界的精英全都变成鬼兽，变成自己的傀儡，却没有一个能成功。恼羞成怒的干脆直接毁了整个浮岛，让大地陷落，修为高的都尽量飞在半空中，修为低的留在岛屿一样的大地碎片之上。就在这时，那一个小岛中间裂开，分作了两半，中间的弟子掉了好几个下去，下面仿佛有巨大吸力一样，修为低的根本飞不上来。快救人呐！浮岛之外还是没有办法吗？原本斗得不可开交的四大势力的盟主此时聚在一起讨论着浮岛的情况。要不是里面还有许多弟子的命牌没碎的话，我都要怀疑里面已经是没有活人了。快看，有动静！所有人转头望去，一颗心悬到了嗓子眼上。怎么回事？好像里面在土崩瓦解，这浮岛是要打开了吗？那是什么东西啊？鬼！有鬼魂飘出来了！从黑色雾气里面钻出了大量的鬼魂，密密麻麻的，乍一眼看过去像是地狱之门打开了一样，看得人头皮发麻。怎么办？想办法拦住他们！这么多的鬼魂一旦在下修仙界扩散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忽然间，昆吾城的掌门拿着一块玉牌冲了上来。盟主，不好了，听说周云城破，里面的鬼魂全部都飘出来了。七星宗的掌门也飞了过来。刚刚收到消息，大金山也裂开了，大量的鬼魂从里面飞出来了。什么？醉花宫后山裂开，里面有大量的鬼魂飘出来。就连黑山盟那边也不能幸免。黑山盟出事了，抱歉，我无法奉陪了，我要回去了。剩下的其他几个势力的盟主犹豫之后也纷纷离开了。盟主，那我们大局为重，顾不得许多了，我们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先回去。可是回去，若整个下修仙界沦陷，你儿子出来了也跟没出来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必须要保住自己的根基。转头看向其他三个掌门，我知道你们的宝贝徒弟还在里面，所以同样的话对你们也适用，都给我滚回去。浮岛之内，一直到这一片大地全部裂解完毕，他们站在岛屿上低头往下看，看到的是恐怖至极的巨大的黑暗深渊，他们漂浮在上面，就像是大海上的一片叶子那么渺小。怎么会这样？地面全都没了，好可怕！我刚刚掉下去的时候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吸力，就好像是下面的鬼魂在拽着我的脚，把我拉进深渊里啊！大家都没事吧？迅速清点一下人数，刚刚受伤的弟子快点处理伤口，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听到这话，大家都不敢放松警惕，迅速地忙活起来。叶玲珑站在一片小岛上，看着整个完全崩落的浮岛，在黑暗和鬼气遍布的空间里，一座座残岛在漂浮着，似乎正朝着某一个方向去。大家都小心点，这隧道是会飘动的，我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容易造成碰撞，这岛很不稳，一碰就会碎的。前方又传来了砰的一声响，
又撞碎了几个岛。好在那些都是没人的碎石小岛，但这也意味着这岛上很不安全。怎么办？要掉下去了，大家来不及救援呢。一波接着一波的灾难来临，每一次几乎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根本看不到希望啊！问题不大，我在这儿呢，有万用绳，大家在同一个岛上就串一块。大家焦虑的心渐渐的平静下来。听我说，这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是最黑最难熬的时刻。但只要我们熬过这一次，光明就会到来。你怎么确定这是最后一次？柳元旭忍不住提出质疑，立即被身边的人送上无数眼刀，吓得他赶紧闭嘴了。知道为什么福岛会崩落吗？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的8个化神全部都掉进了裂缝里面，那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制造幻境，企图把他们全部变成鬼兽。听到这话，全场一片哗然。结果你们都看到了，他们全都挺住了，他们还在保护大家的安全，他们赢了。这下子，大家心头的雾霾驱散了许多。他们赢了，导致幕后黑手计划失败，只能孤注一掷，毁掉福岛，对我们发出最后且沉重的一击。只要挺过去，黑夜就过去了，黎明就到来。幕后之人黔驴技穷了已经，所以别慌。看到叶玲珑不慌，大家也跟着不慌了。当心，残岛下面全都是鬼魂，注意看四周，不要被偷袭了。眼看着他们要陷入危机，叶玲珑迅速地飞到了一个无人的残岛之上，他举起了手中的手杖，迅速地发出了一声鬼吼。听到了鬼吼的鬼魂朝着叶玲珑所在的地方飘过去。快围过来，别让他们跑了！10个化神迅速地飞了过来，叶玲珑取出红颜，用尽所有的灵力往下狠狠地一刺。他所在的那一个小小的残岛迅速地崩裂，而他直接掉了下去。动手剿灭了他们！包围着鬼魂的10个化神迅速地一起运转灵力，往中间的那一大波鬼魂方向打了过去。一道道惊天巨响传来，强大的灵力汇聚在一起，大量的鬼魂被打碎，看得在场的人一个个热血沸腾呢。来一团灭一团，灭光闯入他们世界的魑魅魍魉。正在坠落的叶玲珑忽然被拖住了背。小师妹，你没事吧？二师兄，我仿佛看到了一朵彼岸花在黑暗中摇曳生姿。有那么一刻，沈离贤真的想松手。这件事情不准再提了。那咱们谈谈封口费。小师妹，你又不缺钱，怎么还要封口费呢？即便我家财万贯，那路上遇见一枚灵石，我自然也是要捡的。沈离贤真就掏了一袋灵石塞进了他的怀里。那不准再提了。叶玲珑笑着比了个 OK， 看他这么乖，沈离贤又掏了一袋灵果偷偷塞给他。别叫其他人看见了。好。天哪，看那边！只见前方黑暗处，一个强大的鬼王带着一批鬼军正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飘了过来。招财，你真的好棒哎！我喊你把我的鬼军带来了，你就真的带来了，整齐划一，一个不漏。招财扬起脑袋，没有多少表情的脸上透着那么一丝得意。招财张了张嘴巴，示意叶玲珑使用手杖，他要开始替他号令摆鬼了。叶玲珑配合的拿起手杖，在他身后启动，大家新奇又激动的趴在边缘往下看。有意思，这也太有意思了！躲了快半个月的鬼，没想到最后他们竟然成了我们的护卫，这感觉好神奇啊！3级鬼，实力堪比化神的3级鬼，我还是第一次敢这么近距离的盯着他们。招财拍了拍自己的身体，示意叶玲珑坐上来，仿佛在说：有我在，你永远也不用担心自己会掉下去了。招财真乖，我就说你是最乖最乖的大宝贝。因为残岛的汇聚而导致残岛相撞，无妨，6个化神站前方，飘来一个轰碎一个，担心会再有鬼魂飘上来袭击大家，不怕，3级鬼在下面护航，2级鬼在下面抵挡。于是他们就这么浩浩荡荡地往前飘去，一路上潇洒又从容，壮观又拉风，兜兜转转，终究还是回到那里一切灾难开始的地方。飘着飘着，他们看到左边汇聚过来的残岛之上还有活人，黑山盟的弟子全都惊呆了。叶玲珑！叶玲珑抬起头，对着黑山盟的小伙伴们笑着挥了挥手。呀，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听到他亲口承认自己就是之前带着鬼魂在他们菩提树前面吓唬他们的那个小姑娘，赵尚宇他们几个都要气疯了。是你，真的是你，你承认了？我又没说不是啊。你竟然装神弄鬼吓唬我们！
我可没装，我带的都是实打实的鬼魂跟你们玩。再说了，在妇道待了那么久，你们的胆量还没练出来，好丢人哦。少废话，这笔账我记下了。别急急了，马上就要去死了。哎呀，有仇赶紧报吧，不然就没机会了。来吧，再不来这黑山盟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光了。黑山盟的命都快丢光了，谁还顾得上脸面呀？姐姐，你可是拥有大气运的人，未来前途不可限量。我这么欺辱你，一看就是炮灰命。哎，你还忍什么？快过来教训一下我这个不识时务的人啊！叶荣月几乎要气疯了，他竟然把当初自己跟他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自己。叶玲珑，你别得意，不到最后，鹿死谁手也未可知。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好怕呀。那看来现在就得做个了结，不然等到最后被你翻盘了咋办？小师妹，你若是要现在就过去取他狗命的话，我们便陪你一起。看到他们真的要动手，黑山盟的人瞬间就慌了。别跑啊！你们不是还有5个化神吗？正好凑够黑金山的上古剑阵啦！怕什么？我才4个师兄呢！哎，我们来试试。哼，你也别得意，到最后大家逃不出这里都得死，你的下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你倒是清醒，知道自己必死无疑，那你还跑什么？你过来，我赏你个安乐死！赵尚宇身形一顿，气得心口发堵。叶玲珑也没有要追他们的打算，毕竟现在前路吉凶未卜，他不愿意己方有任何损伤。黑山盟跑远了之后，发现叶玲珑他们没追来，看样子他们现在的安稳也是表面风光而已吧。就在这时，在他们右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残岛，岛上竟然有3棵保存完整还在散发光芒的菩提树，岛上有人，是黑山盟的弟子。这真就是一场及时雨啊！等他们上了那个残岛，3大势力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这边，我们在这里，快想办法飘过来接我们！就在整个黑山盟弟子激动不已的时候，那岛上的弟子忽然把头转向了另外一边。叶玲珑，在呢，有何贵干？你们有没有绳子？抛过来，我们接你们过来。不是你们有病啊！你们接他干什么？你又打不过他，你不怕他打爆你们的狗头吗？赶紧想办法接我们，不然我弄死你！只见那岛上的弟子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不给他们。快想办法过来呀！一会儿飘远了的话，我们就接不到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要接我们？贵人多忘事，你果然不记得我了。你家亲戚？与我无关。那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虽然隶属于黑山盟，但我们是黑岩山的弟子。想起来了啊，原来是你们啊！这回我记住了，谢了。记住就好，你们过来吧。从戒指里拿出了一条万用绳，让招财带着他飞往那个有菩提树的残岛。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们在干什么？金世虫，你不管一下吗？那是你们黑岩山的狗杂碎，在这个时候搞分裂，简直就是畜生！你们迟早要下18层地狱的！吃里扒外，你们算什么呢？这段时间你们做的那些龌龊的事，自己都忘了吗？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在心里想过千种万种办法，想要你们为自己种植的恶果而付出代价。你们这些狗东西，趁早的下地狱吧！你们今天若是敢硬闯上来，我们必誓死捍卫，跟你们血战到底！哼，誓死捍卫是吧？血战到底是吧？那我就杀了你们这群叛徒，让你们死！终于要干架了是吗？来啊，我等着呢！不来是孬种。那么多人面前，你可别怂。我黑山盟的事情与你一个外人何干？当然有关了。以后黑岩山跟我们混，欢迎加入啊！以后我罩着你啊！啊，你说真的？真的啊！苍山和百教神殿都能一块带着走，多带你们几个黑岩山有什么关系啊？太好了，师弟们，你们听到了吗？宗门联盟愿意收留我们了。听到了，我们是不是有救了？你们少得意，等离开了这里回到黑山盟，你们黑岩山全山都要完蛋，届时你们将是害死全山的人，你们是千古罪人。你不是说了自己终有一死吗？你们全死光了，谁知道他们背叛过你们呢？他们既然能背叛我们，以后也会一样捅你们刀子。有1就有2，有2就有3，真要执意收留他们，那我先恭祝你们全宗死光光啊！黑岩山的弟子立即紧张起来。我们不会的。你说的有道理啊，当初你也是背叛七星宗投靠的黑金山，你看黑金山都给你祸害成什么样子了，
自从你去了之后，黑金山就一直在倒大霉，一个个背叛反水的，大家一起邪魔歪道，反倒是七星宗好起来了。你看，七星宗出化神了，正儿八经自己突破的，厉害吧？你再看司玉晨，再看杨锦州，这些原本喜欢你最后都醒悟过来的男人，此时呢都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上化神了。就算是当年的谢灵义，那如今在七星宗呀，也混得那叫一个如鱼得水。想想那个至死都维护你的许天幽，哦，他是真的死了，以及追你到黑金山的詹一行也死了吧？接着就是胆大包天敢娶你的这个灾仙的赵尚宇，我看他印堂发黑，双目无神，阳寿将尽了，好惨啊！虽然叶玲珑是对手，但不能否认他说的每一句都是事实。就算是不信邪的人，也觉得真的很晦气。行了，没工夫陪你们这些将死之人废话，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上大岛抱菩提喽！既然不让我们上去，那就谁都别想上去。夫君，你们5个化神摆阵，合力把那座岛给炸了吧。对了，我那个心思狭隘、内心恶毒、下流无耻的姐姐，这会儿呢肯定见不得我们上岛。以我对她的了解，她10有8九要喊人炸岛。赵才，招呼一下鬼君们陪他们玩耍一下。为了这个岛更坚固，他们还组织土系的修炼者想方设法加固残岛，以及组织木系修炼者催动菩提树长得越发枝繁叶茂。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这一个大岛变得比之前更舒适了。他们也好想上他们的船啊！你们打得好辛苦啊，要不要歇一会儿？这样吧，你们呢把叶荣月交出来给我，我就放你们一马。你们都把他得罪死了，他放过你们这一次，下一次还是要杀你们的。不得不说，叶荣月是会洗脑的。行吧，都到了这一步了，还是不舍得放弃这丧门星，我且坐在对面看看你们继续倒大霉。就在叶玲珑啃着果子看他们跟鬼君大战300回合的时候，忽然间他的鬼君自己跑了。他赶紧追上去，把招财收回了自己的戒指里。快看前面，那是什么呀？我的天！只见前方的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鬼魂。那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石碑呢？金世虫的一声惊呼传来，乘坐残岛飘在前方的他们率先进入了碑林之中。这玩意儿里面是不是藏有什么秘密啊？他说着伸手去碰了一下石碑，结果被他碰到的石碑当场发光发亮，那块石碑倒下碎裂消失了。残岛进入碑林之后便停了下来，仿佛他们漂泊了许久，终于到达了终点。金世虫壮着胆子从黑金山弟子所在的那个残岛上跳了下来，看到什么事情也没有，顿时便更大胆起来。他直接一个人飞到前方的下一个石碑上，毫不犹豫地一掌下去，又碰碎了一个石碑。他为什么忽然变得那么大胆？碰了一次还敢一个人继续往前碰第2次？你没注意到他每次触碰石碑的时候，他的掌心都会有光芒在凝聚吗？这代表什么呢？不清楚，但他应该是尝到了甜头，那些光芒应该是好东西，他身上的力量增强的，所以他才会一个个碰过去。那我们静观其变。忽然间一声巨响，金世虫推倒的第2个石碑下面出现了一只由黑雾组成的巨大的手，朝着金世虫的脑门拍了下去。他整个人被拍到了石碑的下方，掉到下面的深渊之中。就在他拼尽一口气挣扎着从下面飞上来的时候，他碰碎的第2个石碑旁边的鬼魂忽然动了起来，一边撕咬他的身体，一边将他拉扯着往头顶上的巨大漩涡带了进去。不要救我！在场的人被这一幕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而被金世虫推倒的第2块石碑重新出现。为什么碰第1块没事，碰第2块就出事了呢？难道这里面的石碑有生死之分吗？可这是什么规律啊？连文字都看不懂，这怎么玩啊？怎么玩？你傻呀？你不碰不就没事了？忽然间，在他们前方不远处，一块石碑自己倒下了。这又是什么情况？所有人都笼罩在一片未知的恐惧之中，一直到1刻钟过去，忽然间整个天地又开始震颤了起来。动了，他们动了，所有鬼魂全都动了。黑山盟所有的弟子吓得四散逃窜，而3大势力联盟这边，虽然菩提树的庇护使得他们没有被鬼魂攻击，但是鬼魂的动静太大，菩提树上的花不停地掉落，要是不快点想办法，到头来谁也活不成。怎么办？我们也快撑不住了。大师兄，你信我吗？信。
去碰第一排第3个石碑。这话一出，其他人都震惊地转过头来。然而裴洛白想也不想的就挥动起自己的长剑，杀出一条血路之后，闯到了那块石碑之前。他碰了一下，那一瞬间，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灵力窜入他的手掌，进入他的体内。石碑倒下碎裂，而肆虐的万鬼则瞬间回到了石碑的各处，重新保持了静止。危机暂时解除，所有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我好像知道了，推碑推错要死，时间到了不推碑也要死，只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推了正确的石碑，才能安然无恙的。连字都看不懂，谁知道这是什么破规则？怎么可能推得对呢？不急，裴洛白这不是上去接着推了吗？他进了这个游戏，不推或者推错，死的都是他。就像刚刚只有金世虫一个人死一样，我们安全了。对呀，他去做替死鬼，我们安全了呀！啊，小人得志，要不是裴师兄过去了，你们现在全都得死。就是，好心救你们一回，你们竟然说这种风凉话，真是恶心透顶。好心救我们，别以为我没看到，持续下去你们也会失去庇佑，跟我们一样的下场。救我们，你们要脸吗？哼，这话说的，他大可等你们死光了再过去，那时候我们还都活着，救你们一命还不知感恩，简直是丧心病狂。哼，你问问叶玲珑，他也是这么想的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到那个时候菩提树也毁得差不多了，不然的话他还真不介意多等等。我当然是这么想的啊，你是我的姐姐啊，我怎么舍得看着你被万鬼撕咬呢？我一片好心全喂狗了。既然你都这么不领情了，那一会儿有机会我先等你们死啊。就在他们吵架的时候，前方的石碑又倒下了一块，仿佛有人在与他们对弈。第3排右边数第8个。裴洛白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地飞了过去，石碑碎裂，一道光芒进入他的掌心。对了，裴师兄他对了。天哪，这世上还有什么能难倒叶师妹的事情？她真的是超敌无极强啊！叶师妹为伍，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都安全了？我不确定。他不确定大师兄一路走上去到哪里是尽头，这一场游戏什么时候结束。他之前跟大叶子玩的时候一次也没赢过，所以他不确定。这东西这么难，他怎么可能领悟？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等着吧，你们大师兄没走几步就要被万鬼撕咬，强行拖到头顶的漩涡里头去了。我大师兄失败了，下一个死的不就是你们吗？你在笑什么啊？再多说几句，我看看你们是怎么咒自己的。黑金山那群人瞬间闭嘴了。白痴。这时又一块石碑自己倒了下来，叶玲珑思考了一阵儿，才说出下一个碑的位置。裴洛白飞过去推倒了那个石碑。小师妹，你看。只见他掌心处凝聚了一团非常浓郁又十分纯粹的灵气，已经吸收了3团灵气的裴洛白目光一转，转到了司玉晨的身上。一不小心我就又实力碾压了。司玉晨冷着脸转向叶玲珑，下一个我去。胜负欲这么重要吗？行，下一个名额预定是你。原本大师兄的命系在他的手中，他还挺紧张，但他没想到不仅是大师兄，就连司师兄也在无条件的信任他。叶玲珑戳了戳手腕上的大叶子。哎，大叶子快醒醒，我让你见识一下你的亲传弟子我是如何杀穿对面的。叶清玄被唤醒，此刻声音里还带了几分刚睡醒的慵懒和迷糊。来，快上身，我带你一起装叉一起嗨。好，我们先来装一波啊。叶玲珑转头看向黑金山那群人。喂，不是说我瞎蒙的吗？不如我们赌一把，如果下一个杯我们推输了，我就让你们其中一个人上岛上来休息。那如果你要是推赢了呢？赢了的话，叶玲珑眉头一皱，仿佛陷入了沉思。黑金山的人顿时眉头一皱，不对劲，他不对劲。有话直说，卖关子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是卖关子啊，我也好为难啊，有钱有势有菩提树庇佑，有大岛可坐可跳，安全又嚣张，聪明又可爱的我，根本就想不出来你们这副又穷又弱又丧又傻，马上就要祭天的炮灰还能给出什么好处啊？如何？我这波装的你们打几分？满分。识货。很快对方推倒了下一个石碑，又到了他们的回合。叶玲珑认真的看着，并且在脑中反复的推演。第5排第1个。
裴洛白毫不犹豫地再飞过去，抬手推掉了石碑。石碑倒下，他瞬间举起了他的手掌，露出里面的纯粹灵气团，告诉大家他家小师妹又对了。少夫人，你平时不是足智多谋，办法很多吗？这个石碑的规律你看出来了没有？你自己都看不出来，你却指望给我压力是什么意思啊？魏正坤被他给噎到，此时也有些气恼。没指望你，但凡你能靠得住，黑金山也不至于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你什么意思？现在这局面全怪我一个人，你怎么不怪你自己实力太差，没有办法打赢对面抢回菩提树？哼，我实力再差，也是这里最强的一个。反倒是你，你明明是叶玲珑的姐姐，这么好的一个身份，为什么不去讨好她？她一看就是非池中物，天赋又强，脑子又聪明，前途无量，气运天成。你跟她交好，必定是受益无穷啊！叶荣月像是被人一刀戳中了心头，连呼吸都变得极为困难起来。这话他曾对叶玲珑说过。事已至此，说这些无用，有时间不如考虑一下这石碑应当如何破解。少主，您带着您心爱的少夫人自己考虑吧。你竟然对我阴阳怪气！如果我们走不出去，死在这里，那你这个少主就是个屁。赵尚宇气过之后，忽然又想，到底叶玲珑他们怎么样才肯原谅他们呢？交出叶荣月行不行？大叶子，你觉得我这一步推的能打几分？叶清玄沉默了好一会儿。6分吧。大叶子，你刚刚犹豫了那么久，6分应该不是真实的分数，你是为了刺激我更努力才故意这么说的吗？是。那真实分数呢？2分，给你点辛苦分。为什么只有2分？因为如果你刚刚推第5排第7个，那么这一局就结束了。叶玲珑一怔，他现在所有的思考还都在如何应对对方，推倒下一步规则内的石碑的程度。大叶子已经直接在考虑怎么让对方进入死局了。